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。杭州有个朋友经常跟我说，天猫小二每次去墨西哥买货，都是黑帮警方哗啦啦10几个保镖围着。你以为他去买什么？买牛油果呀！当地黑帮都改行了，牛油果贼好卖，跟抢钱一样。所以你要不要投点钱，咱们一起卖点牛油果？朋友说的没错，牛油果很疯狂。18年那会儿，天猫1个小时就能卖10万只牛油果。中国的销量8年涨了2万倍，这个水果30年前还是没有人吃的垃圾食品，为什么突然就变成了席卷全球的健康水果了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的故事。时间回到1991年，一群壮汉闯进了纽约最繁华的写字楼，他们来自加州，着急约见伟达公关。壮汉们说，那些营养学家就是在造谣，说我们的果子里全是脂肪，和炸鸡肥肉一样，是造成肥胖的垃圾食品。壮汉们说的这个果子正是牛油果。1990年的时候，牛油果很好卖，当时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就要消费1斤牛油果。但突然，牛油果被美国食药监局踢出了健康食品的范畴。这次找上门的壮汉正是加州牛油果联盟的代表，他们希望伟达公关能够给出一个扭转乾坤的营销策划。2个小时以后，壮汉们信心满满地走出了办公室。接下来的20多年当中，牛油果的形象果然一路飙升，到了2015年，成了席卷全球的网红食品，健康、时尚、奢侈的标签全都贴到了它身上。当年号称美国春晚的超级碗比赛上，一条30秒的牛油果广告花费450万美金，但当天全美就卖掉了1.05亿斤牛油果。有人说，牛油果就是一个伟大公关精心包装的营销骗局。那1991年那2个小时的谈话，伟达公关到底对牛油果做了什么呢？这个故事我们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。时间回到1万年前，人类来到美洲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又傻又巨大的动物，还有这么多又大又好吃的果子，这简直就是狩猎采集的天堂。但这当中有一种绿色的果子是个例外，别的果子都是酸酸甜甜的，诱惑各种动物过来吃，吃了以后，果子里的种子就会在动物的肚子里待一段时间，动物再把种子拿出来的时候呢，这个植物也就完成了它的播种。但这次人类发现，这种绿色的果子既不酸也不甜，嚼起来怪怪的，皮还有毒，根本没法吃啊！只有那些傻乎乎的大地懒经常吃这种果子，嚼都不嚼，生吞生纳，搞得到处都是油。接下来的几千年，各种又大又傻的动物都被人类吃光了，靠这些大型动物传播种子的大果子们呢，也就越吃越少。但人口越来越多啊，终究得找个东西填饱肚子啊，怎么办呢？科学家说，这个时候可能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儿。猎人们好不容易追踪到一头大地懒，他们舍不得杀，想跟着它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其他的大地懒。结果几天下来，他们发现大地懒根本没有其他的同伴呢，他一直在寻找油果子。猎人们实在忍不住了，一起冲上去宰了这头大地懒。这个时候，部落里的萨满走了过来，像是从大地懒的身体里感觉到了上天的旨意一样，就开始跳大神。仪式中呢，萨满告诉大家，天神说森林里已经没有大地懒了，部落必须找到新的食物。这个油果子剥掉它的皮，捣碎它的肉，混合着山下长出来的这些黄金种子，这就是天神给我们的新食物。这个黄金种子正是玉米，这个油果子正是牛油果。而这个故事正是科学家假想中发生在美洲的农业革命。科学家说，狩猎采集的原始人在欧亚大陆上选择了小麦和山羊，完成了农业革命。美洲丛林里的猎人们选择了玉米和牛油果，也完成了农业革命。本来牛油果也是要和那些大动物一起灭绝的，幸好这位史前萨满告诉大家，他得混合着玉米面一起吃，千万别生吞。于是牛油果躲过一劫，成了美洲人种植的农作物。在美洲，它充当了牛羊这类家畜，提供丰富的脂肪来源。到了玛雅时代，不知道哪个玛雅的营销天才说，大家看啊，这个牛油果都是成对生长的，长得多么像大家腰间那对巨蟒之蛋呢，所以食之壮阳。然后牛油果在玉米之后第2个被封神，受到了全玛雅人的祭拜。接着玛雅人口开始爆发，进入了阿兹特克的帝国时代。虽然我们今天不知道玛雅语中牛油果叫什么，但是在阿兹特克语中它叫做睾丸，食之壮阳。至于玛雅阿兹特克那几千万人口，究竟是不是和它壮阳奇效有关呢？这个从生物层面真不好说，但是只曾经约过保卵思淫欲，牛油果富含脂肪，1颗下肚，全天不饿。看来纸没有骗我们。
200年后，西班牙人来了，第一批征服者看中了金子，全部运回欧洲；第二批征服者看中了土豆，运回去喂饱了全欧洲；第三批征服者看中了玉米、南瓜、花生、瓜子，这些又好种又高产的南美神果，很快让全世界人口都爆发了。第四批征服者看中了番茄、辣椒、胭脂虫，这些香料和蔬菜也在外面的世界创造了种植神话。又过了200年，当第五批征服者还想再运点啥宝贝回去的时候，他们选择了牛油果，告诉大家这是仅次于玉米的美洲神果。你看它的皮又糙又厚，像鳄鱼一样多威武；你看它的肉又滑又腻，就像吃肥肉一样。这叫做美洲鳄梨，威武霸气，一颗下肚，全天不饿，你值得拥有。但当时大家根本不买账。首先，鳄梨皮有毒，能够直接毒死猫狗。虽然它对人类几乎没有毒性，但没有人愿意再尝试了。即使有人尝试了，也会觉得太难吃了，就像让老外生吞皮蛋一样。其实这根本就没有掌握牛油果的正确吃法。就这样呢，鳄梨被冷落在美洲，直到又过了200年。这一年，一个叫做哈斯的邮差在杂志上看到了一个故事。故事的配图中有一个100元美钞挂在一棵鳄梨树上面。故事中讲这种叫做鳄梨的果子，它是玛雅阿兹特克人的神果，食之壮阳。故事中还预言这个果子将来一定会红遍美国。哈斯从小就喜欢园艺，他看到这个故事以后，第2天就提职了，花了10年的时间培养出一种完美的鳄梨，口感丰富，油脂很足，果实可以在采下来20多天以后再成熟，这非常适合运输和储存。哈斯还给鳄梨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做哈斯牛油果，定位高端市场，以$11颗的价格出售。当时$1足够一个普通的5口之家支付1天的伙食费了。哈斯说服了一些富豪们的私人厨师，告诉他们牛油果配沙拉、牛油果蘸酱、牛油果抹吐司等等远古吃法，味道很棒。然后牛油果就被源源不断地端上美国富豪的餐桌。到了1980年代，美国经济爆表，大家都很有钱，富豪们吃的牛油果也被大众开始追捧，还有了森林黄油的美名。加州牛油果联盟也就成了一个很有实力的经济体。然后就到了1990年，他们遇到了那场垃圾食品的危机。故事回到最开始的那间办公室，伟达公关告诉加州壮汉们，不要回避脂肪，人不可能不吃脂肪。健身房里那些害怕牛油果的人，绝对不是要拒绝脂肪，而是想要一个吃脂肪的理由。赶紧给他们一个台阶，森林黄油，健康脂肪，瘦身必备。脂肪是不是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？牛油果的脂肪是不是和炸鸡肥油不一样？远古玛雅人是不是健健康康的吃了几千年？找专家来论证这些问题，先告诉消费者健康脂肪的理论，再演示给他们看1餐半克，好吃不饿，迎合他们节食瘦身的心理，再找超模运动健将身材倍儿棒的时尚达人来带货。享受吗？想像我一样美丽吗？那就节食吃牛油果吧。最后记得要不断的涨价，要不然你们付不起昂贵的公关费。接着1992年，美国最当红的脱口秀主持人在节目中敲开了一位老太太的家门，他身后还站着一位牛油果先生，拎着一篮子牛油果。他们要为老太太做一顿早餐，菜谱是加州牛油果煎饼。老太太吃得很开心，牛油果先生还送上一张牛油果面膜，说牛油果能让老太太更年轻更美丽。临走前还告诉老太太尽情享用，因为6月是加州牛油果月。接下来的20多年里，各种电视节目开始展示牛油果的健康生活方式，网上的超模们、时尚达人们都开始吃牛油果、穿牛油果。再加上美国本来就有很多爱吃牛油果的美洲后裔，到了2015年，牛油果达到了顶峰，冲出美国，走向世界。这年，智利的第1柜牛油果抵达中国，当年智利就取代墨西哥成了中国进口牛油果的第1大国。北美的水果商们都惊呆了，如果中国人的每碗汤里都加4片牛油果，那全世界的产量都不够，谁都想抢占中国这个大市场。有个段子说，2015年墨西哥著名黑帮圣殿骑士团被政府军攻破，本来这帮黑帮常年把持着当地的牛油果产销，他们和警方配合，组织起了一张庞大的垄断网，逼迫当地的农户种植牛油果，再把牛油果出口到美国，这个生意比贩毒还赚钱。结果到了2015年，中国市场开始乏力，墨西哥政府实在眼馋了，直接端掉了圣殿骑士团，开始自己独享这门生意。
虽然这是个江湖段子，但是那几年牛油果每颗15元人民币$2的超级印钞能力，谁都很眼红，这绝对不假。智利一看墨西哥的操作也急了，他们开始嚷嚷着要炸掉雪山来灌溉牛油果。智利比较干旱，水源不足，牛油果的产量一直上不去。牛油果很吃水，大概产出1斤牛油果就要消耗350升淡水，这几乎是番茄耗水量的70倍，相当于你吃一颗牛油果就要倒掉1浴缸的淡水。2015年还发生了2件事，先是肯尼亚的咖啡农砍掉咖啡树，开始种植牛油果，然后是新西兰的牧场主拔掉牧草，也开始种植牛油果。牛油果其实和他的那些南美先辈们一样，只要找对了地方，就会开始疯狂高产。当时很多环境专家呼吁政府应该制止这种行为，肯尼亚比较干旱，这种大规模的种植将会带来更严重的干旱。比如墨西哥疯狂种植牛油果10多年以后，很多种植园旁边都留下了干枯的河道。但是黑帮问题、环境问题都没能阻挡牛油果的疯狂脚步。到了2019年、2020年，肯尼亚、新西兰5年前种的那些牛油果开始丰收上市，这导致全球价格平稳回落，买家舒心，卖家开心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牛油果，攻占全球的趋势进一步扩大。但问题还在那里，它究竟是一个营销神话创造出来的流星呢，还是会像玉米、土豆那些美洲先辈一样彻底攻占全球呢？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正在用嘴巴投票续写这个故事。我朋友说，最极品的牛油果叫做西凯特，来自南佛罗里达，产量很低，表面光滑，核大肉细，一刀下去，饱满的油水就会流出来，简直是牛油果中的牛油咸蛋黄。其次是南佛罗里达的卢拉，油没那么多，水果口味更明显。第3名才是哈斯，这是市面上最流行的牛油果。正宗的哈斯果上一般都会有这样几种标识：哈斯果联盟、加州牛油果联盟、智利牛油果协会、墨西哥牛油果协会。最新上市的新西兰牛油果也是这个品种，森林黄油说的就是它，口感像黄油一样细腻，口味有淡淡的坚果香，表皮会变色，从墨绿色到深紫色，每一种颜色对应着独特的口感和最佳的食用方式。总之，蘸酱、沙拉、做奶昔，各种流行吃法，选它就没错。其余的品种还有温蒂，只有在夏天结果，产量不高，口感微妙，像垒球，表皮的颜色怪怪的。据说资深牛油果爱好者特别追捧这个品种。还有培根，也是加州的主要品种，很耐储存，变软以后口感很好，做奶昔的极品。还有格温，哈斯的姊妹品种，皮很厚，很好去除，也很受市场的欢迎。还有平克顿，墨西哥牛油果的主要品种，也是哈斯果的有力竞争对手，吃起来口感更淡，感觉中国人似乎更偏爱这个口感，但弄不好会有点腥。还有富尔特，西班牙语中强壮的意思，智利种了很多这种品种，据说这是最原始的壮阳极品。最近开发的品种还有沙维尔，来自澳大利亚，非常油，口感很刺激。还有珍宝或者叫巨无霸，这是新上市的肯尼亚品种，很大很威武，口感很非洲，资深爱好者可以挑战一下，据说吃一颗1周不饿。还有最新研制的无核牛油果，非常迎合市场需求的新品种，在中国南方、印尼、台湾等地种植。最近几年，牛油果爱好者又开始提倡一种学居人饮食的概念，他们倡导像1万年前刚刚发现牛油果的原始人一样饮食，这个理念影响力很强。牛油果、玉米、红肉等等原始食材正在逐渐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健康饮食的标配。也许美洲真的是一个外星人的基因农场，从这里走出来的农作物没有一个不是身怀绝技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最后夫人说，吃一颗顶一顿还能减肥，很省事儿啊。